你去找一个跟你一样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死人，把他的兽骨拿给我。民国37年，不就是1948年？请你原谅。对不起啊。我叫阿强，是一个逢赌必输的烂赌鬼。父亲得知我败光了他的千万家产后，被气得断了气。这天，我要带女朋友去逛街的时候，被高利贷盯上。他们不仅要挟，要打断我的腿，还要拿我女朋友抵债。我一气之下就举报了他们的赌场。别动，警察！在地。随后，我便接过女朋友的全部家当，然后把她丢下，一个人去了南阳。我听说父亲生前有个做巫师的结拜兄弟，于是我便根据父亲临终前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鬼王德。我知道他是个高人，并没有隐瞒。我烂赌，把父亲的家产都输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想给我爸买一个好的棺材都没有钱。我都知道了，原来这一切全都被鬼王德算到，于是他便让我去找一副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死人手骨。为了改变命运，我壮着胆子到乱葬岗找到了手骨。拿到手骨以后，鬼王德就开始用巫术炼制麻将。他先是把手骨变成骨粉，然后念咒施法将骨粉变成白板，最后在白板上刻上发财。做完这一切后，鬼王德就把麻将鬼的使用方法告诉了我。你回到香港以后，就按照我教你的话去做吧。首先，将麻将搭成一座麻将桥，然后将12时辰按顺序排列，把它们都供起来。每天一定要烧香一次，用我教你的指法，诚心求拜，一定要做一个有心的人。拜祭完麻将鬼以后，我就想试试手气。牌局开始前，我就知道老马和他的2个朋友要对付自己。学长，你看咱们玩2、4、8、16，翻往上翻啊，海底还要加分，另外要打现金的。可是我有麻将鬼在手，并不害怕，直接掏出了全部家当。好，按你说的玩，来吧，钱咱们有啊，都带来了。够不够啊？3人看到我手中的钱后，才放下心来。在麻将鬼的帮助下，我也是赢得盆满钵满。赚了钱，我自然不能忘记女朋友。可关键时刻，我居然晕倒在了浴缸里。麻将鬼替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情。从女朋友家出来以后，我就被高利贷盯上。喂，你看，那是不是烂赌局？没错，我们找他好久了。对，你下车跟着他，我去告诉大哥。好。他们在地下车库拦住了我，我见势不妙，急忙掏出支票假装还债。本以为他们收下钱就会放过我，可没想到他们居然知道了我举报他们赌场的事情。几个小弟把我按在车上摩擦。就在我快要断气的时候，麻将鬼有了感应，出来帮忙。经历过这件事后，我打算改邪归正，不再赌博。有钱以后就开了一家车行。就在我开着新买的大奔兜风时，被人拦下，原来是广告公司正在拍广告。我顿时就被青春靓丽的女模特吸引。我想了想，就跟女模特开了个玩笑：“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”小姐，对不起，没摔伤吧？并且邀请他们给我的车行拍广告。次日，他们就来到我的车行拍摄。当然，我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宣传，而是泡妞。拍摄完成后，我就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做客。在交谈中，我得知女模特叫莎拉，另一个女同事叫小红，而摄影师叫比利。就在我去拿酒的时候，比利表示要去厕所，可当他上完厕所后，居然发现了我供奉麻将鬼的房间。出于好奇心，他就给祭坛拍了照。我听到快门的声音后，急忙把他赶了出去。为了早点将莎拉拿下，我先是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，确定他在家以后，我就安排人冒充劫匪上门。别动，小心没命！快给我搜，仔细的搜，快点！大哥，就这么多东西了，没有了。什么？就在莎拉快被吓哭的时候，我突然冲出来，英雄救美。大哥，快跑啊！再来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！怎么样，你没事吧？他们干嘛找你？
就这样，我成功把莎拉拿下。另一边，回家后，比利就把在我家拍的相片洗了出来。他惊讶地发现，在祭坛的上方居然出现一个鬼影，于是他就拿着相片找到了渡劫大师。大师见比利樱桃发黑，肯定要出事，于是便让他能活过今晚再来找他。大师知道这个麻将鬼非常厉害，于是便摆坛施法，想要降服麻将鬼。只见大师用佛珠压住麻将鬼祭台上相应的祭品，然后开始念咒施法。念完咒语以后，大师又用符咒毁掉了祭台上的祭品，麻将鬼顿时有了反应，开始与大师斗法。可惜大师学艺不精，根本不是麻将鬼的对手。次日，比利来到寺庙，大师告诉他自己不是麻将鬼的对手，并且给了比利一张灵符保命，告诉他谁接近麻将鬼，谁就是最危险的人。果然，麻将鬼找上了莎拉。就在他快要得逞的时候，比利及时出现，破坏了他的好事。比利进屋以后，莎拉表现得非常惊恐，他想把自己刚刚遇到的事情告诉比利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比利似乎也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就把在我家拍的麻将鬼相片拿了出来，并且将大师给他保命的灵符送给了莎拉。到了晚上，我和莎拉约会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质问我麻将鬼的事情。我也知道这件事情瞒不了很久，于是就想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。可就在此时，周围忽然下起了浓雾。就在我们两个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突然一股神秘的力量将我从车里拖走，而莎拉被安全带绑到了汽车座椅上。就在她快要被勒死的时候，比利给她的护身符发出金光，救了她一命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被挂在了树枝上。莎拉告诉我，是比利给她的护身符救了我们，而此时的护身符已经烧成了灰烬。于是我们两个想要到广告公司询问比利护身符的来历。可当我们见到比利时，他已经领了盒饭回家以后，我就把最近遇到的怪事告诉了麻将鬼，希望他能保佑我。可麻将鬼却说，你忘记了，我和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你喜欢的女孩子我也喜欢。此时我才意识到，原来这一切都是麻将鬼在捣鬼。为了稳住麻将鬼，我告诉他自己可以把莎拉让给他。随后我便出来联系了鬼王德，鬼王德约我出来见面，把对付麻将鬼的方法告诉了我。我先是假装把莎拉送到他的面前，等麻将鬼现身的时候，我急忙换上符衣，冲进房间，将莎拉救出，然后把符衣丢下麻将鬼，最后把鬼王德给我的符咒贴在门口，封住麻将鬼的去路。可在我逃跑的时候，不小心带下来了一张符纸。我想开车带着莎拉远离这个鬼地方，可一回头却发现麻将鬼居然也在车上。我急忙下车，拉起莎拉就跑。可跑着跑着，我发现莎拉居然变成了麻将鬼的样子，我被吓得两腿发软，摔倒在地。原来此时莎拉已经被附身，只见她小手向我一抓，我就被吸了过来。危急时刻，鬼王德及时赶到，鬼王德让我站在红圈内，千万不要离开。然后他就开始与麻将鬼斗法。只见鬼王德念咒施法，将麻将鬼从莎拉体内赶走，然后又用2张灵符保护住莎拉。眼看麻将鬼还想挣扎，鬼王德立刻布置下七星阵。麻将鬼拼尽全身力气发起了最后一击，鬼王德丢出飞刀，将麻将鬼钉在树上。很快他就变成了4张普通的发财。希望看到发财的朋友今年都能发大财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和莎拉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就结束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